今天是2025年10月29号，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43天。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1060人。10月28号，俄乌全域爆发了218场激烈的战斗，其中红军城的核心决战和多线协同反攻构成了乌军制胜的关键。乌军凭借 F-16战机空地一体作战体系和高科技作战的优势，在顿涅茨克、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等地多个方向重创俄军，不仅成功破解了红军城合围的危机，更收复了多个战略要地，用实战彰显了现代战争技术制胜的核心逻辑。作为当日最激烈的战场之一，红军城及周边区域上演了生死较量。俄军为实现合围企图，此前2周累计向该方向增兵近15000余人，从东南东北两线突入米尔罗拉德并抢占城西的战略煤矿，试图对红军城形成全面的封锁。面对俄军的重兵压境，乌军果断地投入第93机械化旅国防情报局个特种作战部队为核心力量，以精准打击加灵活防御的战术瓦解俄军的攻势。凌晨4点，俄军在城西煤矿发起了极端冲锋，乌军依托预设的攻势，用 FPV 无人机蜂群实施点对点的打击，1小时内摧毁俄军22辆突击车，迫使残余部队后撤3000米。正午时分，乌军启动了空地协同反击，4架 F-16战机从哈尔科夫前线机场起飞，精准轰炸了俄军在米尔罗纳德的弹药集结点和指挥枢纽，配合地面部队收复了城东2个定居点，彻底打破了俄军的合围态势，战线稳固在红军城核心周围5000米处。扎波罗热方向，乌军以技术优势对冲了俄军兵力的优势，展现了高科技战场的掌控能力。俄军近卫第58集团军下属部队试图在奥里西夫卡方向突破乌军防线，单日投入26辆突击战车发动密集进攻，但乌军第65机步旅凭借无人机的侦察引导，结合海马斯火箭炮的远程打击能力，摧毁俄军22辆突击战车。残余俄军在投降时反遭自己的 FPV 无人机误击，在列瓦德内和格鲁舍沃沟壑一带，乌军构建了3道立体防线，利用电子战设备干扰俄军无人机的信号，成功迫降了1架俄军的 Cherkil-20美洲狮侦察无人机，遏制了俄军的推进势头。截止28号晚间，乌军在扎波罗热全域摧毁俄军5辆主战坦克、12辆装甲车，稳固了奥里西夫卡至扎波罗热市的核心防御地带。哈尔科夫战场成为乌军 F-16战机的表演场。当地时间上午9点，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在沃夫昌斯克发起攻势，配合4架 F-16战机实施空地一体打击，俄军第16特种部队遭到精准轰炸。乌军顺势收复了3处战略高地，并俘虏了12名俄军士兵。据悉，俄军在该方向使用的122毫米和152毫米的榴弹炮，其中60%来自于朝鲜性能落后，导致火力压制效果大打折扣。下午14时 ，F-16战机再次升空，对哈尔科夫东北地区实施打击。俄军炮兵阵地严重受损，2座弹药库和3门榴弹炮被摧毁，彻底瓦解了俄军局部的火力优势。战线向俄方推进约2000米。库皮扬斯克方向，乌军以围点打援的战术破解僵局。面对俄军试图切断乌军瓦罗亚城区的补给线的企图，乌军第47机械化旅和特种部队协同作战，一方面坚守城区的据点，牵制俄军的主力部队，另一方面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军的后勤车队。当日摧毁12辆军用卡车，导致俄军前线弹药库告急。在库里洛夫卡周边，乌军利用地形优势，布设反坦克地雷，配合 FPV 无人机精准打击，摧毁2辆坦克，遏制了俄军的进攻势头，确保了乌军东岸补给通道的畅通。苏梅方向的战斗成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的秀场。乌军依托远程无人机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，对俄军集结点和后勤设施实施持续的打击。28号凌晨2点，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边境附近的俄军通信塔，导致俄军局部指挥系统中断。上午10点，海马斯火箭炮对俄军集结地区发动覆盖式打击，歼灭俄军45人，有效牵制了俄军的进攻，稳固了苏梅方向的防御态势。库尔斯克的战场对决堪称现代战争的典范。俄军为夺取战略主动权，集结了近卫第144机动摩步师和第3摩托化步兵师等重装部队，总计约 1.2万人的兵力，从奥列什尼亚尼古拉耶夫和达里诺2线发起猛攻。乌军则投入了第4装甲旅，配备 M1A2 主战坦克，第47机械化旅为核心，
依托北约军事顾问指导战术体系，沉着应对。凌晨5点，俄军第144近卫摩步师在奥列什尼亚郊区发动集团冲锋，乌军立即启动无人机蜂群侦测，通过星链数据实时传输的数据，海马斯火箭炮仅用3分钟完成覆盖打击，摧毁18辆俄军主战坦克。上午10点，俄空天军苏35战机试图拦截乌军空中支援梯队，4架F-16战机迅速展开空战，凭借北约体系加持的中程空导弹实现了跨带逆袭，成功击落1架苏35战机，彻底夺取了制空权。午后，乌军发起全线反击，第417机械化旅在 F-16战机精准的轰炸加持下，收复了库尔斯克东南方向2个战术高地。战线向俄方推进约4000米，俄军合围计划彻底被打破。别尔哥罗德方向，乌军借俄军大坝摧毁的有利态势乘胜追击，乌军第92机步旅果断渡过顿涅茨河，对俄军残余部队进行清剿。上午8时，乌军在别尔哥罗德南郊森林地带设伏，利用 FPV 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撤离车队，击毁12辆军用卡车和3辆步兵战车，成功守住了前线占领的关键据点，进一步压缩了俄军的活动空间。布良斯克战场，乌军依托国产远程无人机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，对布良斯克的俄军集结点通信枢纽实施持续打击。28号凌晨3点，乌军无人机突破俄军防空网，精准击中了布良斯克西郊的俄军弹药库，引发了连环爆炸，导致俄军前线弹药供应中断。上午11点，海马斯火箭炮对俄军第3摩托化步兵师集结点发动覆盖打击，歼灭俄军约300人，有效牵制了俄军向库尔斯克增援的兵力。赫尔松方向乌军的破晓行动在持续推进，尽管当日战场能见度不足300米，乌军仍通过无人机群突破了俄军的防线，星链系统将目标的坐标实时传输给炮兵阵地，实现了90秒快速响应打击。俄军动用柳叶刀无人机拦截，但当日损失超过200架，未能够拦截乌军的攻势。乌军第28机械化旅成功巩固了第聂伯河右岸的桥头堡，收复了赫尔松东郊的2个定居点，进一步威胁了克里米亚淡水的供应线，迫使俄军抽调黑海舰队810海军步兵旅回防。克里米亚战场的远程打击则直击俄军的要害，乌军无人机群凌晨突袭了克里米亚俄军的雷达站，成功摧毁2座雷达站，瘫痪俄军局部的防空系统。上午9点，乌军远程无人机再次出击，精准命中了克里米亚北部俄军的卡车集结区，摧毁军用卡车26辆，削弱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机动部署能力，为后续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全域的战斗，乌军以高科技战术扭转了战场态势，用胜利践行了绝不后退的誓言。乌克兰的胜利既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，更是高科技战争形态的生动实践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